今天的这部电影，我恳求你们看下去，因为有些历史，我们作为后辈必须铭记。1945年的东三省已经被日军彻底占领，而为了赢得接下来的战争，731部队也换了一个新的长官。石井四郎为了打响名头，便让人当众撒尿，在由他发明的过滤器过滤之后，他一口就喝下了那温热的液体。他们在宴会厅中举杯庆祝，鬼子们笑声连连。可让他们如此温暖的，却是我们国人的残肢断臂。一群百姓在火车上走下，被鬼子簇拥着走向监狱。军官遥遥听到了婴儿的哭喊，便将那母亲拦了下来，然后无情地拽过襁褓，又死死地盯着母亲。可不管那母亲如何求饶，那孩子还是被扔在了冰冷的雪地上。母亲想要去救，可就被他踩住了右手。面对如此情况，众人都恨得牙根痒痒。母子二人的哭喊震人心脾，可日军却用冰水将孩子掩埋。短短7秒的时间，孩子就停止了哭声。这个可以做标本，不会浪费。军官大手一挥，日军便架起了母亲，在他的阵阵哀嚎之中，一脚将他踢进了牢房。石井四郎带队视察，可解剖室里却冲出来一名记者，他们正在为人体解剖做着精致的记录。看起来他还需要慢慢习惯。这没什么，慢慢就会适应的。要知道他的工作很重要，很多实验结果要靠颜色来区别，光靠黑白照片根本不行。你要照顾他，让他好好工作。这个男人进行了4次细菌实验，可是却没有变化。为了找到原因，日军对他进行了活体解剖，而像这样的解剖，在731部队中每天都会发生。正确的资料要靠实验材料连续使用来获得，所以这些马路大不仅都要是活的，而且必须是身体非常健康的。能用活体做实验，机会是很难得的。我们的国人被日军称为马路大，在他们眼里，我们都不是人类。这拉上来的是马路大，是烧火做棺材的木头，是实验材料，叫马路大。这是什么？这是马路大。是什么？马路大！他们让少年学员改变看法，目光之中更是迸射出了疯狂。我们一个9尺高的汉子，就被他们生生打死在了池塘里。失去孩子的母亲此时已经变得目光呆滞，她紧紧地抱着枕头，就好像在抱着自己的孩子一样。零下40度的江面条，日军凿冰取水，然后舀起一瓢，走向了那个母亲。他们抢走了母亲的枕头，将她唯一的念想扔在了冰上，然后将那冰凉的江水倒在了女人的胳膊上。女人不住地挣扎嘶吼，可是在她踩在枕头上的瞬间，再次达到了高峰。如此残忍的一幕，甚至连日军都有些汗颜。时间过得很快，女人的头发上已经结上了冰珠，可是那热泪却永远都无法凝结。水瓢里的水很快就结了冰，日军将冰块清空，然后清扫冰面，再舀出一瓢江水。女人此刻虽说痛苦，可却已经失去了大部分的知觉。每隔半个小时，他们就会浇上一次，而女人的表情却再度变得麻木。感觉时间差不多了，日军便上前检查，接连几次的敲打让女人痛苦的大喊。见她还没有失去知觉，日军便再次浇水，直至她用刺刀交接的时候，上面发出了清脆的响声时，日军这才知道已经达成了实验条件。冻得漆黑的双手插入了温热的池子，打开蒸汽阀门，水温也迅速的提高。这就是冻伤实验，零下35度，10小时冻伤。日军让女人取出双手，那双手此时已经变形，然后他用尺子轻松的就剥下了女人冻伤的筋肉。今天要给这些学员展示的还有速冻实验。男人的双手被急速降温，此时正冒着悠悠的白烟，他被日军死死地按在桌上，等待着日军的处置。你们现在看到的就是零下196度速冻实验。被速冻的双手很轻松的就被敲碎，他们发出清脆的响声，在地板上不住的跳跃。不许乱动！没有了实验意义的尸体都会穿过一条红色通道，顺着这条死亡路径，他们被送到了锅炉之中。而日军为了培养鼠疫，会在鼠疫死亡的人身上抽出血液，然后注入到健康的人体之中。多次反复之后，鼠疫的致死率大大提高。老夏，就前几次的实验结果看来，要想获得超出60倍的极强鼠疫菌种是比较困难。现在正在进行第7次实验，
这是前几次的实验记录。帝国医学部等着你们回去，日本未来的医学要靠你们去发展了。1945年，日本在太平洋战场上失利，在中国战场上也损失惨重，日军士气低迷，已经出现了败局之势。而日军则把所有的筹码都押宝在了731部队，如果细菌武器投入战场，那他们将会完成绝对的翻盘。我一向认为，生物化学武器远比飞机大炮优越得多。现在我们已生产了一大批毒性超过一般鼠疫菌60倍的变性菌，我们拥有的数量，按照病菌的威力来计算，完全可以把人类全部消灭。与此同时，我们还增产了带病菌的老鼠300万只，另外还增产了跳蚤300公斤，估计数字达到了10亿只。如果这10亿只带菌的跳蚤全部都投放出去，诸位不难想象，目前整个的战局将会从根本上得以扭转，我军将赢得最后的胜利。由于我们的细菌武器，大日本帝国的命运会从根本上得到改变。日军的化学武器已经研制成功，可现在却遇到了棘手的问题。炮弹发射时产生的高温会使带菌跳蚤死亡，这无疑会使武器的效果大打折扣。而石井四郎则很快就找到了解决办法。根据棋子观的原理，他们研制了陶瓷炸弹，这东西不用发射，直接用飞机空投。可是在正式的列入战备之前，他们还需要用人来做实验。20多个人被绑在十字架上，军官一声令下，广场上瞬间就炸出了烟雾。日军站在侧风口，并不担心会遭受到感染，而在广场中的人们此时却遭遇着极度的痛苦，断手断脚不说，还要遭受带军跳蚤的啃噬。广场上顿时哀嚎遍野，充斥着痛苦的喊叫。他们带来一个男人，脱掉了他的所有衣服，然后打开舱门，将男人关在了里面。透过墙壁上的镜子，日军能察觉到里面的情况。按动按钮之后，日军就打开了阀门，里面的气压急剧降低，日军正在抽空里面的空气。而伴随着压力降低，男人很快就感觉到了不适，先是耳膜疼得要死，然后就是全身的胀痛。激烈的惨叫之中，日军再次加快了减压。一个90斤的男人被抽成了200斤的体态，然后所有脏器顺着出口都被抽了出来。而日军则一脸淡定，在笔记上不断地做着记录。一只鸽子被绑在了车上，与其一同被绑的是一对俄罗斯的母女。不管母亲如何求饶，他们都不肯放过那个11岁的女孩。在日军极为淡定的表情之中，他们被推进了毒气实验室。但是更让这个母亲绝望的是，来参观实验的人竟然是一群和女儿一般大小的禽兽。求求你们放了我的女儿吧！在大门关闭的瞬间，石井四郎就走了出来，挥手之后，日军就打开了阀门，白色的毒气喷涌而出，日军也开始计时。母亲惊恐地看着毒气翻涌，不住地看向自己的女儿，可随着毒气涌来，她瞬间就变得呼吸困难。石井四郎看得津津有味，感受着那对母女的痛苦。女孩始终都憋着气，可总有憋不住的时候。见她泄了气，日军便再次按动了计时器。等到母女挣扎过后，便再也没了反应。他们骗来一个小哑巴，一脸温和地将他哄骗进了实验室，而得到消息的鬼子们便大步地走了进来。石川，你就在这儿等着吧，等手术做完以后，你负责把他送走。是。鬼子们为手术做着准备，而小哑巴则好奇地看着四周。看样子这块材料不错。在鬼子的指挥下，他脱掉了自己的上衣。在鬼子的引导之下，男孩躺在了手术床上。鬼子在毛巾上倒了一些药水，然后捂住了男孩的口鼻。没多一会儿时间，他就沉沉地睡了过去。他们给男孩消毒，然后抛开了他的胸膛。鬼子们仿佛饿狼一般，哄抢着将男孩的器官摘除。这下都满意了吧？是啊，现在要心的拿到了心了，要肝的有肝了，要脑子的拿到了脑子了。是啊，健康发育期少年的活体部件在别的地方可是很难弄到的。老家伙一斧子一斧子的劈砍，仿佛真的像劈柴一样。有的鬼子已经麻木，有的鬼子还依旧猖狂。男孩被推了进来，老家伙却只是看了一眼，然后继续将尸体肢解扔进了焚化炉之中。白猫被扔进了鼠群，很快就遭遇到了攻击。它们经过细菌改良，都变得狂躁不已。短短几十秒，白猫就断了气息。而鬼子们看着这种成果，都震惊得说不出话来。小老鼠能吃掉猫，细菌跳蚤也能打败飞机大炮，这就是
我们731部队的基本理论，也是我石井四郎的哲学。为了胜利，应该培养这些强者，并且保护他们。对我们的少年班也应该这样，懂了吗？是。监狱发生了暴动，这只是为了传递消息，他们需要把这里的情况告知外界的公众。他说，只有把收集到的这些材料想办法带出去，让全世界都知道这个地狱，只有这样才是唯一能报仇的办法。人们再次被绑上了十字架，准备进行新一轮实验。鬼子们绑好之后，就撤到了上风口，可他们没有想到，居然有人能挣脱钢丝。快追快追，一个也不能让他们跑掉！人们互相帮助，所有人都挣脱了束缚。可日军的汽车拥有轮子，很快就追上了人们。一场生死竞赛正在我们的土地上上演，日军好像狩猎一般，对着人们追杀。即便他们跑得已经很快了，可还是快不过那无情的子弹。日军接到了紧急命令，这也使汇报的石井四郎紧急返回。苏联军队参战，731部队必须马上撤离。可离开之前，鬼子要做的事还有很多，他们必须杀掉所有马路大，然后集中所有实验数据进行统一销毁。石井四郎甚至提出要所有相关人员自裁，甚至还包含他们的所有家属。而这么做的原因，就是为了彻底掩盖他们在中华大地上所犯下的罪行。总之，要把一切都毁灭，不能留下任何证据。石井阁下，如果你也自杀，我们就奉陪。石井表面淡定，其实内心已经记仇。他趁着那人在焚烧资料的时候，一枪就了结了他。鬼子将毒气释放，毒死了监区内的所有百姓，然后用机枪扫射，摧毁了所有的实验标本。他们不顾细菌弹的危险，直接就地引爆，一把大火，他们烧掉了所有罪证。可他们烧掉了一切，也烧不完我们的脊梁。鬼子炸毁了所有建筑，整个基地瞬间就被夷为平地，而鬼子们提前挖好的大坑，则成为了他们焚尸的万人坑。剧烈的爆炸点燃了实验室内的一切，那些老鼠带着火焰在平原上四处乱窜。这样的做法就直接导致在新中国成立的30年内，哈尔滨曾经多次爆发鼠疫。日军全都撤到了火车站，开始了有条不紊的撤离。可是他们的离开并不能抹掉所有。为什么这些仇恨不能原谅？侵略战争14年，日军在我中华大地上所犯的罪行已经是罄竹难书。还有些历史是我们无法在教科书上看到的。山西大同万人坑，淮南大通万人坑，鹤岗东山万人坑，阜新万人坑，辽源万人坑。日军光是在我国掠夺的煤炭资源就高达几千万吨，林业和矿业更是数不胜数。日军侵华的这些年，我国伤亡3500余万，平均每12个中国人就有1个要遭受到日军的屠杀，平均每个鬼子的手里都沾染了30名同胞的性命。南京大屠杀、慰安妇、千人斩、731部队，任何一个字眼都是中华民族抹不去的沉痛。勿忘国耻，吾辈自强。